你去慢一些，不然露水都落到地上了。多谢雨师娘子指点。是你？听娘子说后一打听，这行当可赚钱了，我也想试试。娘子家住的离这儿不远？不远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郎君。哎呀，娘子为何对我如此冷漠？自我将基，每月都会遇上几个无赖。你是个读书人，怎么也和他们一样？你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跟……上次我为了帮你把那个无赖阿大赶走，差点就丢了性命，你忘了？那阿大贪财，不会是你雇的吧？啊！我与郎君恩爱，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都请离我远点。哎，查到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对你爱答不理的？人家雨师娘子是坊间红人，对我爱答不理的，不很正常吗？哎，你先去把那件衣服给我拽下来。我看是新挂上去的，也许与失踪人口有关。啊，是，这是阿赖的衣服，是我亲手给他缝的。他人呢？人尚未找到。那这衣服又是在哪儿发现的呢？在生仙林。生仙林，人死外面了，还有人帮他把衣服挂到生仙林。也好，也好。上官，您再帮我把这衣服给他挂回去吧，免得他阴魂不散的再来找我。哎，你今天一早，我在这儿发现了阿赖的袍子，已请他娘子确认过。哎，我说你昨日在这儿险些丢了性命，今日还敢来？罗连芳何在？哎，喊什么？我不在这儿吗？对呀，有你在，我何惧之有？哎，我真想知道，这鬼鸟晚上做什么？靠吃什么活命啊？哎，好像就是那儿。对，就是这儿。那个女师娘子说，当时这件红袍子就挂在这儿。看来想要找到线索，还是得靠这件袍子。哎，那个绿松石，再给我看看。哦。哎，袍子的布料倒是寻常，却用了这么好的盘扣，这样的搭配，市面上应该不多见吧？可说呢。既如此，那我们去见见那个老朋友。哪个老朋友？你是说康令？好主意。在这里，劝长安的泡芙店尽在其中。我还专门叫人记下了他们每一家的特点。真实泡芙店，衣服上的盘扣及各种饰品皆用宝石。
来，请。多谢戴老板，下次到长安，我们一定再来你这里做袍服。那就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我在长安等你们。好。哎呀，两位贵客，欢迎来真实袍服店。您是老板？正是在下，小的姓戴。啊，两位是要做袍子吧？那来对地方了，里边请。这件，这不就是咱丢的那件衣服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啊？哎，扣子呢？那可是绿松石的。什么呀？讲下去。雍州司法参军查案，这位娘子不必看他眼色，继续说。这好像，确实是我丢的那件。让你说话了吗？娘子，请说。这的确是我们丢的那件。这可恶的贼可真识货，竟然把扣子抠了。这扣可是绿松石，可值钱了，是我亲自钻的，钻的时候可小心了。来，你看看，可是这个？哎呀，就是它，我缝上它。谢谢啊，沈参军。有人偷了店里名贵的衣服，为何不报案？啊，不是店里卖的，自穿的。自己穿的都不认得，还说什么好像？哎呀，他就是老糊涂了，在这店里干了10几年的活，天天与这些衣服打交道，难免迷糊嘛。在店里干活，看来你不是老板。可我刚才所问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他呀，不说他，说你。既然他不是老板，难道你是？我。戴老板，戴老板，你都从掌柜变成老板了，棺材钱是不是补一下？我那是柏木，不是桑木，你得补我500钱。你是不是疯了？那柏木值那么多钱吗？哎，柏木棺材当然要比桑木的贵一些。用柏木做棺材，那么符术、网相之类的就不敢近亡者之身。对嘛？你是明白人，你说你外甥这么好的店铺都归了你了，你为他的棺材板跟我这儿讨价还价，合适吗？阿爹啊，给他。快走，晦气！早这样，何必我上门呢？哎，谢了啊。死的是你外甥啊，善财啊是得急症死的，有证人呢。我问你这些了吗？哦，他真的是得急症的。哎呀，他膝下又无子女，我是他舅舅，只能我站出来替他料理后事，顺便接下了这个店，当上了老板。我问你，你外甥有多少积蓄啊？还不到10万钱。听你这口气，还嫌少了？姓戴的，你为何要跪啊？啊，我突然腿软，让你起来了吗？你叫什么？阿蝶。你与他是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我是善财的娘子。那怎么能说没关系啊？他不是善财的舅舅吗？是。你男人死了，这店本该是你的，为何成他的了？不是，舅舅只是帮我打理店铺。他自称是戴老板，别人亦如此称呼，你为何不反驳？戴老板，还是说说你外甥是怎么死的吧。不是我杀的。那是你谋害亲夫。也不是我。你2人可有奸情？
他勾引我呢！你个老东西，说好了一辈子不认账的，现在连公堂都没进，你这招了，我呸！就是你先勾引我的。是你对我不怀好意，偷看我洗澡，不然我勾引得着你吗？这都是什么理由？你二人莫再胡言，知道是如何害死善财的。速速招供吧，免得受刑。善财，他患的被拘之症，郎中说最忌吃鹅肉，其实他从小就没吃过鹅肉，故而好骗。我就……其实这主意也是他出的。什么？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说的实话，我说的实话呀！卢参军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善财当时还没有死，我就想着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倒腾到我的住处去，不然等他死了，那就不吉利了。包括这件袍子。当时不敢离开他家，怕善财的朋友去探望时找郎中救他，所以就找了急送铺。急送铺，跑腿的。对，结果其他东西都送到了，唯独少了这件袍子。这2天我还想找他们算账去。哪家急送铺？飞将军店里做的名贵衣服，常让他们送，之前都没出过差错。这是你们的口供，看一遍，如无误，在上面画押。哎，让，拿把手，过来。二位，簿册在这里。就在这里了。送这趟东西的跑腿是陈叔宝，跟亡国之君叫一个名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人。哦，康老板对我中土的史籍和人物都比较了解啊。我虽是粟特人，但早已是长安人，更是大唐人。这个陈叔宝人呢？叫他过来。他已经不干了。哦，那他家在哪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不应该吧？既是你急送铺的跑腿，他家住哪儿你都不知道，万一偷了东西，你当如何？这个人有些特殊，当初他来的时候，我叫陈叔宝。这不是一个皇帝的名字吗？家住在哪里？这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万一你来是为了盗取别人委托我们送的贵重东西呢？我不会偷东西，我是个读书人。我是个生意人，不相信空口白牙。我必须得知道你家在哪里，而且还得见到你的家人，并到房间去了解你的品行之后，才可录用。这太麻烦了吧？哎，你看这样好了，我交一笔押金，你保证自己不会偷东西。有银子还当跑腿？康老板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有银子还当跑腿，康老板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也许他觉得这个跑腿的行当新鲜，想尝试。再说了，长安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就没有多想。那他在你这儿干了多久啊？前后有几个月，小半年吧。关于这个陈叔宝，你还了解些什么？记得等活的时候，他经常翻看一些齐梁时的砚题史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在这急送铺有没有朋友？朋友，不知道。但他和阿胡一族，阿胡应该最了解他。他最爱看的呀，就是那徐陵诗集，还跟我说干这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
他呀，早晚要飞上那9万里高的天上去。他跑腿那是挑活的，南边穷人住的方，他才不去呢。打的什么主意啊？我早猜到。2个月前，他往宣阳坊送东西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富家小姐。之后啊，这来店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我猜他俩好上了。他哪天离开的飞将军？你可记得？6天前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天他穿了件石榴红的袍子，哎，这盘扣是绿松石的。我说你穿成这样，哪像个跑腿的呀？来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件？对，就是这件。这件衣服怎么在你们手上？陈叔宝犯事了？你可知他家在何处？应该是修真坊吧？你确定？有那么一天，思妇高楼上，当窗因未明。唉，不早了，娘子应该做好饭了，回家了。你这来了一天，净挑活了，这一趟都没跑就走了？阿武，该你们组了。去哪儿？修真坊。行，我去。高生路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只是我猜他住在修真坊，或者旁边的普宁坊、修祥坊、安定坊。没有叫陈叔宝的这个人呐，这入坊修仙者近1000人，也没查到这个名字。卢将军，普宁坊和修祥坊我都跑过了，没有叫陈叔宝的。查到了，查到了。安定坊有2个叫陈叔宝的，一个去年死了，活到了90岁，是安定坊有名的寿星；还有一个是寿星家邻居3岁的娃，为了沾寿星的好运，就给孩子改了名，也叫陈叔宝。也许他用的是假名。老六，速去飞将军急送铺，带个叫阿胡的到雍州府。是。老罗，去请喜君小姐到雍州府西厅，根据阿胡的描述给陈叔宝画像。是。兵分2路。好。这个阿生是个衙人，我跟了他1天，他一直游走于各方之间，向有钱人推荐一个叫解忧店的地方，说是可以让人排解忧愁，但我不知道店里卖的到底是什么。解忧店，还有这么个地方？有，就在修真坊。这个店每隔3日在戌时开张1次。戌时，时辰倒是快到了。哎，别进了，别进了，请出，今天不卖了，今天不卖了，明天早点来啊！老板，不是到戌时吗？怎么现在就打烊了？是啊，还不是因为我们家店太受欢迎了吗？今天已无苏珊可卖了啊！可我昨天也是这个时候来的，吃到了呀，怎么今天就没有？对啊，本老板没有心情，不行吗？诸位娘子，给老夫一个面子，明日再来，好不好啊？走吧。他们都不管，就留我一个人在这儿，我还真成给他们看店的了，我才不干呢！哼，打烊，今天都早点回家。多谢费老板。动作都快点儿！李氏的烤鸡又出新花样了，既知道消息，我不去品尝，那还叫什么大唐鸡公呢？真没苏珊了！啊！费老板！
所谓解忧殿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哎，你看。 你在这儿盯着，我去凑凑热闹。那你小心点。哎呀，放心吧。哎，好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生意人。无人介绍，目的何在？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我兴许是走错了地方，我这就走啊！忙你们的吧。哎呀，从长计议，此地不简单，樱桃，你立功了。 是你？你不是宫谢的人吗？我有何罪？你们这么对我？我问你，那件袍子你在红娘子旧货店是多少钱买的？50万。死到临头还不说实话，没人能救你。 30，上官，我是骗了宫谢20文钱，不至于要我的命啊！长安生活压力实在大，我还欠智库不少钱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看来他愿意说实话了。愿意。解忧殿到底是卖什么的？解忧殿不是卖东西的地方，那是抚慰人内心的圣地。圣地？哎。 你详细说说。这长安纵有千般好，可这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大，百姓官员莫不如此。于是啊，就有了这个解忧殿，它专门帮人排解烦恼和压力。每隔3日呢，殿内便会举行倾诉大会。我阿生虽然早就是正式会员了，可是连最低的黑铁级别都达不到，所以啊，只能在最外围倾听，连当众倾诉、缴纳会费的资格都没有。交钱还得有资格，没听说过。 那你没听说过就都没有。上官，你放我走吧。今天有个黄金会员第一次来，我得去接他。第一次来就成了黄金会员，怎么才能做到？这个难。啊？也不难。想破格成为黄金会员，那当然要用黄金了。哼，什么圣地，不过是骗人金银的。我去捣毁他。哎，莫急。哎，我问你，想要成为黄金会员，需要多少黄金？不定数，可商量。啊，这解忧殿啊，本就不是商用之所，只是这会众人太多，没办法给每一个人倾诉的机会，所以就把会众给分成了黑铁、白银、黄金3个级别。这黄金会众的名额可是很有限的，原本啊是要来100次才有机会获得。我是有些关系。 所以啊，能通过金银这些身外之物，去协助那些想当众倾诉、排解内心郁结的人，成为黄金会员。哦，了然。哎，你不是要去接人吗？啊，去吧。好。
您来了。阿生，正是小的。为何不再次等候？我刚刚肚子疼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故而去寻茅厕，耽搁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带路。哎，这边请，请。声音这么熟啊！英子，来，你之前见过这个人吗？太远了，而且他还遮着脸，我根本看不清长相。是谁呀？豁出去了！你有金饼？这是我这个雍州府暗探总监为了搜集特殊情报专用的。你干什么？你该不会要买一个黄金会员的身份吧？不是一个，是2个。我预感啊，这解忧殿有点意思，带你去见见世面。得了吧，我看你是怕丢了小命，让我保护你吧。哎，看破莫说破。你倒是蛮识时务的，既如此，我又岂能不成人之美？哎。前不见古人。二位上官，为什么又抓我呀？等会儿，你们不会是想1块金饼买2个黄金会中的名额吧？这少了点吧？要么成交，要么我割下你的脑袋。成交。前不见古人，对什么呀？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什么？哦，女子不是接这句，女子应该接郎君说了算。谁说不是呢？郎君说了算。二位只要径自走向黄金面具，对面就会问：黄金销售速思变。到时您只需要答出原诗的下句便可。那我呢？不，女子要答贵贱不如亲眼见。这都什么呀？千万要记住了，答不对的话，有杀身之祸的。黄金销售速思变。一贵一贱，交情见。贵贱不如亲眼见。原来二位是主上请的黄金会员，请吧。眼睛你画的挺像的，就是陈叔宝的眉毛没这么短。好的，待我重画，且阿胡过目。师傅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费出事了！就是这样，2个鬼魂当着我的面把费老板抓走了。陆参军，你快救救他吧！对啊，陆参军，你快救救他吧！女的一身红衣带白面衣，男的黑衣蒙面，对吗？对，就是。应是那日在修真坊升仙林偷袭义兄和樱桃那2个杀手，他们所见和樱桃所述大致相同。细君，你留下画像。薛环，老贾、老罗、老刘，将雍州府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带上，全程寻找老费的下落。是。陆凌风，济世公不会有事吧？我真想知道，这鬼鸟晚上做什么，靠吃什么活命呢？还有，那2个刺客，我觉得那日他们不是尾随我到这儿的，而是我们在这儿遭遇的。你的意思是，
他们仍在林中。圣贤林。老酒鬼，可还认得我们？他不会记得的，那时候我们太年轻。二位这样玩，老朽实在是认不出来。既然是故交，不如先把我放下来。咱们有什么误会，可以听老朽解释一下。若是图财，老朽可以倾囊相赠啊！还想活命？这是生仙林，你现在脚对青泥，头朝后土，这惩罚内奸的方式，你不会忘了吧？生仙林，内奸，费英俊，你协助官府设下圈套，害我恩师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俩是那莫影老贼的俩徒弟，无珠和赤镇。拜你所赐，再也联系不上组织了，故名号也废了。那日刺杀苏无名的也是你俩。本来想杀了姓苏的，替恩师报仇，没想到他身边的女子着实厉害，我们才不会跟他拼命呢。今日杀了你，为师父报仇后，我夫妇二人便离开长安。从此江湖上再无刺客、无珠和赤镇，只有逍遥快活的贼公贼婆。等到你的血即将流干之际，鬼鸟会送你升仙。明天一早，连骨头都不剩。看在我当年给你们治过伤的份上，放我下来吧，饶我一命啊！哎呀，我老辈还没活够呢。星月流转，又已3日，倾诉大会如约而至。世事纷繁，却有一定之规。人生苦恼，自有解忧之法。今神奇在将，前于主尊之躯，为诸君去除烦恼，度于众生。解忧之身，无等之望。今之解忧大会，亦如从前，将在倾诉者中决出最悲苦的一个。被选中者，以前之惯例，斩杀本月的烦恼之魔。燃灯使者何在？
已毕，恭请主尊。光焰之下，突出真心，今在场者内外赤诚，纯素心武，以消永业。主尊。我是大唐济公。别走，我是大唐济公啊！救老飞！浩浩长安，天子脚下，哪来的大胆贼人？报名受死！我夫妇已无名无姓，正在城之内奸，与外人无关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杀人害命，却说得如此冠冕，岂有此理！知道你武艺高强，夫妻二人本不想拼命，怎奈成奸仪式已经开始，不能停下来。解破！
众翻过每个人面前的木牌。木牌上1至5编号的是今晚的幸运者，请依次上台倾诉。感谢无所不能的主尊，给我倾诉解忧的机会。那年上元节，我偷剪下一截金缕裙摆，给他做缠头。阿爷的藤条追到了曲江畔，我说，只要不打死我，便要做他的娘子。出嫁，我在东市支起湖饼摊子时，日头刚晒到永重坊角楼，一枚枚的铜钱攒下。他说要给我打支素银簪，我嫌太贵，10年呢。不管是白雪皑皑，还是大雨瓢泼，湖饼滩上的炭火从来没有停过。我们终于有了自家的店铺，可他却每晚醉在平康坊，不肯回家。我想郎君在外辛苦，若是阁楼能够解忧，又如何？便由他去。3年前，他说洛阳的绸价好，要带上所有积蓄去贩绸缎。他还说，做成这笔大生意，就再也不用我摆摊卖糊饼。我怕他本钱不够，便把铺子和老宅抵给了智库，还把阿娘临终时塞给我的羊脂玉佩也让他带上了。如今900个日夜已过，我每日在春明门向东眺望，等他回来。等啊等，却等来从洛阳捎来的一只休书。飞虎。自从父母双双故去，孩子也被人拐走了。我怪娘子没有看好，她却怪我没钱请管家，实在气不过，就打了她一巴掌，她就跟后街的屠户跑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我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但我知道不能就此沉沦，于是便卖了祖上的宅子，和朋友一起租了一间铺子，做起了香料生意。一开始还真赚了，但是很快，朝廷决定增收赋税，我的朋友不想交税，便在账上做手脚，结果被发现，要罚所得的3倍税收啊！这一下就把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呀！我的朋友他不愿承担债务，卷了店里所有的香料跑了。我也想跑，可是却被抓住一顿痛打。如今不但一无所有，身躯一残，幸有机会在此倾诉，一切忧愁。多谢无所不能的主尊。飞虎。木牌上书有3字者，上台倾诉。木牌上书有3字者，上台倾诉。
你们还真挺苦的。我本以为自己生在江湖，命为草莽，应当横刀芒鞋，纵马山水，却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寻到了意中人。我的意中人是当世之大聪慧者，对我虽不算太体贴，但也还行吧。可我亦有烦忧，我的烦忧便是，我心里想要的归宿，他究竟能不能给我？若是能给，能不能快点？再拖下去，我可就老了。说白了，我希望与我的意中人一起冲破这梦幻长安的羁绊，双双打马而去，可否？若可，在何日？在何年？完了，我还是没有你们苦。多谢主尊，我来了多次，终于得到了倾诉的机会。我与诸君不同，当以一个故事开始我的倾诉。话说在以前啊，有一国名为大怀国，国有一人名曰辛巴，自诩才俊，苦读10载，方中进士，授官淮京。淮京之域，地分南北，辛巴主南，官为府令。然北府境幽，自带富贵；南府凋敝，了无生机呀。辛巴任上，夙夜忧叹，立志兴往南府之境，而后恪尽职守，呕心沥血，事必躬亲，尽职尽责。然只因繁荣不及北府，税收不及北府，上官更看不见他兢兢业业，只骂他无能。他视百姓为珍宝，却有哪一个拿他这个府令当回事儿？2年下来，辛巴心力交瘁，夜不能寐，常梦见自己累死在任上，竟无一人吊唁呐！苦啊！苦也。木牌上书有5字者，上台倾诉。一入宫城深似海。来人，把这个苏无名拉下去，滚滚打死！昔有一王朝，在柱子后面有一寂寂无名的小宦，世人皆言宦官奸险，因其体残缺，故而心变险。然是之忠宦贤宦亦多矣。汉和帝时又郑重，助和帝诛灭外戚斗士，创造大汉盛世。更有蔡伦者发明纸张，流伏于后世。柱子背后的那个小宦官，虽起自于微末，但心正而有大志，预祝明天子创造一个盛世，以扭转世人对宦官之恶论。然你预祝天子，使天子英明果敢，雷厉风行，当断则断。结果天子他瞻前顾后，犹豫不前，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良机，导致大权旁骛，连龙椅都岌岌可危。
那宦官虽忠义勇，有胆有识，有谋有略，却无用武之地，反遭诽谤，更有弄权之意，随时都有杀身之祸呀！今晚倾诉大会，5位倾诉者均已倾诉完毕，请主尊决出最后的胜者。今晚最悲苦者，胡炳娘子也。如此，斩魔仪式由胡炳娘子完成。斩魔仪式开始。其他倾诉者，故主尊将砍杀烦恼之魔的幸运赐予了你。上前去，挥剑砍下他的头颅。他是烦恼之魔，是大魔。长安世数众生烦恼，皆有其起。杀！杀呀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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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斩杀大魔，后余年再无烦恼。老飞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快看看，这些药哪个能救你的命？用黄酒化开，涂在我伤口上。小军，快去！好。好。卢参军，卢参军，卢参军，怎么样了？我们赶到圣仙林时，哪里还有人呢？尸体也没了，被鬼鸟啄食，剩下的残骨倒有几块。还有黑衣红衣，
留下的碎片好吓人啊！什么吓人？绝对没有我们看到的更可怖。卢参军，调集人手去砸了解忧殿。什么？樱桃，莫胡说！可是他们砍杀的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当然看得出来。卢参军，今晚我和樱桃在。这怎么这么大药味儿？是老费啊！费叔在救谁啊？不是救人，是自救。自救？哎呀，这养血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哎，小欢，再去抱床被子盖上，让他暖暖和和的，多睡会儿。好。樱桃，你一会儿啊再去盯着，去吧。细君辛苦了，要不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再有半个时辰就能完成陈叔宝的画像了。我去画了。什么解忧殿，无外乎是敛财之所，怎么就骗了你的金饼了？苏明，你也不老呀，怎么就糊涂了呢？由着别人耍，你当雍州府有的是金饼啊！这可是我当暗探总监以来头一回动用金饼。还有就是，这解忧殿绝不像你说的那样，只是敛财之所那么简单，里面诡异的很。如何个诡异法？你就单说啊，这个到此间寻求解忧者的身份，有几位，超乎想象。哎，对了，此殿3天开张一回，不如下回你我同往如何？哎，我之预感是，那求救血书上的解忧2字，指的就是解忧殿，只是尚未写完。若如你所言，那解忧殿确有可能是害人性命。可供泄入修真坊里案报案的，只有一个失踪的阿赖。谋财害命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喊人，我报官。哼，你难道不知道他就是官？那官也不能私闯民宅杀人吧？骗我们金饼还有理了？我何时骗你们了？是你们自愿出钱买黄金会员的，1块金饼，2个名额，我吃亏的呀。我问你，你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什么怎么说的来着？这黄金会员的名额可是很有限的，原本啊是要来100次才有机会获得。我是有些关系，所以啊能通过金银这些身外之物去协助那些想当众倾诉、排解内心郁结的人成为黄金会员。我没说错呀，我又没说你们成为黄金会员就一定会有倾诉的机会。狡辩！我割下你的舌头，信不信？来，哥，你割我舌头，我就写血书，我去天子那边我告你们。你写过血书？那倒没有，那得多疼！哎呀，樱桃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确实没有保证过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机会。什么？苏明，你别说，你还挺讲道理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已经骗了我2次，但是
我心服口服。越来越讲道理了，我都想跟你交朋友了。我就是来跟你交朋友的啊！昨夜我没有倾诉的机会，回去以后彻夜难眠，所以我想再去一次。可以啊，黄金会员终身享有这个资格。我想多带些人去，都有黄金会员啊。哟，那1个名额，1块金饼。你这也不够意思呀！上官，这朋友归朋友，这生意还得照做嘛。不过我阿生最讲义气，那这样，2个名额，1块金饼，怎么样？这可是你逼我的啊！啊，我，樱桃啊，这个人交给你了，尸体等天黑之后扔到生仙林即可。等等，算你们狠，都听你们的，行了吧？